乐高8月1日正式发售的这款42159 1:5大比例雅马哈摩托，虽然在人气方面目前看来远不及20个月前的42130宝马摩托，甚至不如更早的也是更小比例的42107杜卡迪，但这款雅马哈的发布却很有可能改变整个乐高科技组产品体系。稍后我们来详细分析。这里先来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基本面。功能方面其实和42130基本保持了一致，前叉和后摇臂都设计了避震结构，用到的核心零件和42130也是完全一致。后轮和发动机联动，前轮转向，最后就是最关键的3档变速箱。虽然是大比例摩托套装，但是相对于比如杜卡迪这种小比例摩托，在功能方面其实没有太多可以拓展的选项。不过乐高为这款套装还是加入了 VR 的功能玩法，通过手机 APP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内部联动结构的工作状态，而这个功能在42130上是没有的。无论如何也算是为这款套装增加了一个小小的亮点。在外观方面，通过和原型车的对比，这款乐高雅马哈相对于原型，在整体线条方面的还原度其实还是可以的。主要的就是指前叉的角度，从油箱一直延伸到座椅末端的曲线轮廓，后摇臂的角度等等。在主要的视觉元素方面，包括蓝色的轮毂、金色的前叉，包括前脸两侧的车灯，应该都算是做了一些不错的搭建。不过比较尴尬的是在摩托的侧面部分。首先，雅马哈这款 MT-10SP 原型车本身的侧面外观就不像宝马 M1000双 R 或者杜卡迪 V4R 那样具有相对更大面积的覆盖，或者说原型车本身就偏素一点。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乐高设计师似乎也并没有很好的还原出原型车侧面外观的主要造型轮廓，甚至也谈不上抽象化的还原。可以看到，原型车侧面的主要视觉特征并不多，包括由上下2片面板包裹着的上方油箱，然后就是靠下位置的一片大概呈半圆环形的面板，当然还有靠下位置的护板，不过因为是黑色的，所以这里不太能算主要视觉特征。不过仅仅是针对第一项和第二项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在这辆乐高雅马哈上看到这2项特征呢？看到了打看到，没看到就打没看到，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在弹幕里哦。而且乐高在这里使用的科技面板其实也并不多，主要就是一枚平行4边形和一枚3角形的科技面板，并且这2块面板还处于不同的高度。如果没有看过原型车的话，光是通过乐高这款模型来看，那我们可能会判断出原型在这里可能有一条比较深的缝隙。不过实际上原型好像并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综合来看，这款乐高雅马哈多少给人感觉有点像是设计做到一半，然后合作车厂修改过外观的感觉。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乐高的拼搭手册里，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原型车与积木成品的对比画面。当然，外观的主要问题应该就是侧面靠下位置这里，其他地方都还是比较像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套装使用的全新的换挡相关零件，同时也是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乐高科技组产品体系的这样的一套零件。具体的也就是编号为4158的凹槽凸轮，编号为4159的换挡叉，还有编号为2474的8齿步进用齿轮。其中最核心的是4158凹槽凸轮，相对于乐高发布于2018年编号为35188的换挡凸轮，它的定位点的数量从4个增加到了8个。配套4159换挡叉，可以实现对其所在十字轴四周共8个位置的动力传输环的控制。而配套的2474 8齿步进用齿轮则可以提供每次固定旋转45度的操控效果，因此相对于此前以35188换挡凸轮为核心的相关换挡结构，新的这套零件可以实现使用更少的零件却可以实现更多的档位控制的最终联动效果。当然我们在42159这款搭载3档变速箱的雅马哈摩托上，并不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套零件所带来的好处，同时也因为这套零件目前还没有 Studio 模型，所以冒科爱好者对这些零件的更多用法的拓展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可以预测的是，这套零件应该还会有其他目前还没有发布的配套零件，以及更关键的是，由于这套零件的出现，在未来也许更小比例的跑车也有可能会加入变速箱相关结构，所以这也是我们关于42159这款套装的最大关注点。同时，如果后面 Studio 更新了相关零件的模型，那么针对这套零件的用法，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发现的话，我们可能会单独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这款套装的拼搭大概需要7到10个小时，除了第185步需要特别注意一下2个凹槽凸轮的位置，其他基本没有需要特别关注的步骤。不过建议完成变速箱以后，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它的联动原理。最后看一下包装，彩盒仍然是18加套装惯用的黑色底色，右下角印了雅马哈的 logo、模型比例、年龄定位等信息。彩盒背面标注了44厘米的成品长度，并没有其他太多设计细节的展示。打开包装，1478片零件一共分成了13个零件分包，6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装在白色信封袋子里，开篇用了7页的篇幅对原型车以及积木的设计做了一些介绍。拼搭步骤一共是485步，不均3个零件，然后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